兄弟们，我又带着恐怖片来了。今天继续美恐系列许愿。故事发生在小美的一场噩梦里。这一天是她6岁生日，为此母亲送了她一辆自行车和一条狗狗。看着小美走远了以后，母亲转身回到了家里。不久之后，小美也玩够回去了。可是刚一进家门，她突然听到母亲的一阵哭泣声。等她走过去一看，只见母亲不知为何上吊自杀了。这场梦她几乎每天都会做，可能是小时候留下了心理阴影，也可能是太过思念母亲。小美的父亲大壮靠着收垃圾为生，每天一大早都会和同伴一块出门。因为家里的收入并不是很多，小美只能骑着自行车前往学校。这天，大壮像往常一样收拾垃圾时，发现了一个长得很奇怪的盒子。本想着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，可无论怎么掰根本打不开，因为看起来比较美观。他决定当做礼物送给小美。不久之后，小美回到了家中，并且在床上看到了那个盒子，上面的符号很是奇怪。她只认识4个字，7个愿望。和大壮一样，她也想打开看一看，可经过一番摸索过后，还是打不开。这个时候手机收到一条短信，闺蜜让她赶紧上网看一看。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自己被欺负的视频被传到了网上。上传视频的正是欺负自己那个人，而且还发了文章嘲讽小美。看到这一幕，小美气坏了，看着盒子上写着7个愿望，她就随口说了一句，希望欺负自己的那个女孩会全身腐烂。她这边话音刚落，家里的小狗突然叫了起来。无论小美怎么喊她，她的眼神一直死死盯着那个盒子。就这样到了晚上，盒子竟然诡异的自己打开了，伴随的还有一阵音乐。小美并没有因此被吵醒，反而睡得更加香了。没过一会儿，盒子又诡异的关闭了，所有齿轮也都停止了运转。到了第二天，来到欺负小美那个人家里，他这边刚准备起床洗漱一下，突然发现自己腿部正在慢慢腐烂。当他掀开刘海一看，就连脸上也有一样的状况。这个时候朋友赶了过来，他二话没说，反手就发了一个朋友圈。而小美刚好看到这一幕，坏死性筋膜炎，腿上和脸上都会失去一部分。此时小美才终于意识到自己许的愿望竟然成真了。不久之后，小美回到了家里，但她却发现自己的狗狗不见了。她这边刚寻找没一会儿，一旁洞里突然传出一阵铃铛声，可能是狗狗藏在里边。小美二话没说就钻了进去。就在她仔细寻找的时候，空中突然掉下2只老鼠。等小美再次往前看去，只见自己的狗狗已经领了盒饭。看着小狗被埋入了地下，小美伤心的痛哭了起来，因为这是母亲生前送她唯一的礼物。就这样到了晚上，小美把狗狗的事发到了朋友圈。这个时候闺蜜发来一条短信，她说小美喜欢那个男生有对象了，人家俩人还发了很多自拍。随后小美查看了起来，果然和闺蜜说的一模一样，两个人看起来非常恩爱。这一次小美更加伤心了，为了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，小美再一次对着盒子许愿了。她希望自己喜欢的那个男生疯狂爱上自己。到了第二天，愿望果然实现了，男神竟然对着自己傻笑了起来。看到这一幕，小美一时间不知所措。与此同时，家里的盒子也缓缓打开了。小美的叔叔是一个土豪，他这边刚准备洗澡时，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下去，整个浴缸瞬间被鲜血包围。这个时候男神的对象走了过来，看着男神对小美傻笑，他气得转身就离开了。此时的盒子也缓缓关闭了，锁芯也同时出现一个2字，而叔叔已经泡在浴缸里彻底死去。不久之后，小美回到了家里，电视里正在播报叔叔的死亡新闻。因为大壮和叔叔的感情并不是很好，就算叔叔留的有遗嘱，里边的名字也肯定没有他们的。小美听后本想上楼休息，突然父亲捡回的垃圾绊了她一下，她本想把垃圾给扔了。这个时候大壮却阻止了她，因为小美非常反感父亲把垃圾带回家，说过很多次，父亲从来没有听过。一气之下，她转身去了楼上。她认为是家里没有钱，父亲才会这样。于是她再一次拿起盒子许愿，这一次她希望得到叔叔的所有财产。没过一会儿，大壮接了一个电话，而电话里正是叔叔遗产的事。遗嘱的名字上只有大壮，所以大壮得到了叔叔的所有财产。听到这个事过后，俩人高兴坏了。他们先是和邻居告别了一下，然后又去买了一栋豪华别墅，紧接着又买了一辆豪华小汽车。随后小美又把闺蜜叫了过来，各种衣服和包包买到手软，整个人也变得比以前自信了很多。但是见到自己喜欢的人，她还是会忍不住多看2眼。就这样一直到了晚上，那个盒子再一次缓缓打开。看到这一幕，小美也觉得很是奇怪。与此同时，隔壁邻居的洗菜池突然卡住了，她本想重新启动一下试试，没想到头发竟然卡在了里边。等她再一次想要关闭，却发现根本够不着了。随着拉力越来越大，邻居的头发也分裂开来，最后脖子咔嚓一声，隔壁邻居就这样领了盒饭。那个盒子也同时缓缓关闭了。小美还是和之前一样一脸懵。到了深夜，小美突然从噩梦中惊醒，等她往窗外看去，竟然发现门口有个人影。随后她立马起身查看，然而那个人影却已经消失不见了。到了第二天，男神和对象提了分手，
前女友一听就知道因为小美，报复完过后就转身离开了。这个时候男神走了过来，他请求小美和自己来一场约会。小美一开始并没有同意，而是说了一句我考虑一下。上课时，小美搜了一下盒子上的文字，但结果却显示查无此文。为了一探究竟，她找了一个自己的同学，这位同学曾经说过他有一个朋友专门研究古文字的。当时小美因为没钱，所以就没去，现在有钱了，两人二话没说就出发了。不久之后他们到了，经过朋友的一阵查看，他发现了上面写的一段规则：放弃或者出卖我，你的所有愿望都会破灭。而且盒子上方还有一个名字陆梅。随后他们在网上查起了这个名字，资料上显示在1910年，当时中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鼠疫，陆梅一家人被怀疑感染了，于是他们被隔离在一个火车厢中，最后家里其他人全部死亡，并不是因为鼠疫，而是因为中暑和脱水。为了给家人报仇，他拿起音乐盒到了寺庙，然后在里面祈祷了7天7夜。到了第7天晚上，有一个妖怪回应了他，后来陆梅就变得非常有钱，他也成功给家人报了仇。这个时候同学在盒子底下发现一串数字，朋友看了之后也是一脸懵，但她老公对这一块比较熟悉。随后她拿手机拍了一张照片，因为要等的时间比较久，小美和同学决定回去等消息。就在两人快要到家时，小美突然发现父亲还在捡垃圾。看到这一幕，小美很是生气，明明家里已经很有钱了，父亲为什么还要没苦硬吃呢？为了不再让他给自己丢脸，她又一次许下了愿望，她希望父亲以后不会让自己尴尬。与此同时，朋友老公这里也有了回信儿，信息上说音乐停止，血债必还。看到这一幕，朋友瞬间愣住了。而此时盒子又一次缓缓打开，音乐声也再一次响起，随着一阵雷电闪过，朋友家里的灯瞬间灭了，手机也在此时没有了信号。到了门口以后，信号才有所好转，因为小美同学的手机根本打不通，无奈之下她只能留言。可是还没等她说完呢，身后的门却诡异的关闭了。朋友被这一幕吓得手机都掉了下去，看着天气马上就要下雨了，他并没有前去捡手机，而是转身进入了屋子。可是刚走没一会儿，他突然脚下一滑摔倒了，也正是这一摔让自己领了盒饭。小美则是在家赚足了面子，她请来闺蜜看父亲表演萨克斯，这一幕给闺蜜看得神魂颠倒。到了第二天，无论同学怎么喊朋友都没有人回应，随后她拿起手机打起了电话。这个时候铃声从一旁传了过来，走过去一看才发现正是朋友的手机。一想到事情不对，她立马赶了上去，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只见朋友的头部已经被刺穿了。为了查明此事，她急忙找到小美，并且询问她有没有对着盒子许愿，一旦音乐停止播放，那么代价就是血，还把朋友领盒饭的事儿也说了出来。但小美听后并没有多想，她认为只是一个盒子而已，根本不可能杀人。这个时候上课铃声突然响起，还没等同学说完，她就转身去了课堂。就这样到了中午吃饭时间，小美本想和闺蜜坐在一块吃，这个时候男神突然喊住了她。她先是看了一眼闺蜜，然后果断坐在了男神旁边。前女友一看不乐意了，不过好在没有掀桌子，对着小美一顿输出过后才慢慢离开这里。没过多久，她就发了一个朋友圈，大概内容就是嘲讽小美，而且已经有106个点赞了。为了给自己扳回一局，小美再一次许下了愿望，她希望成为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女孩。没过一会儿，她收到一条短信，而短信正是男神发过来的，他请小美一块去参加派对。看到这一幕，小美高兴坏了。没过一会儿，她到了现场，所有人看到她就像见了大明星一样。这一晚小美玩得出奇的高兴。等所有人走后，她和男神第一次吧唧了起来，不过两人并没有加班，最后男神把小美送了回去。到了晚上，小美再一次被噩梦惊醒，窗外那个人影也再一次出现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小美急忙追了过去，这一次她还专门拿了一个武器，可是经过一番寻找过后，却并没有发现那个人影的踪迹。这个时候父亲赶了过来，他询问小美在这干啥，小美回应说自己被跟踪了。当父亲询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时，小美突然想起了音乐盒，她以为那个人是过来偷盒子的，于是就把音乐盒藏了起来。到了第二天，小美前往了隔壁邻居家里，她这边刚一进门，一股刺鼻的味道就传了过来。等她再次往里边看去，只见隔壁邻居早已领了盒饭。自从母亲上吊自杀以后，隔壁邻居就一直拿自己当女儿看待，虽然和男神坐在一桌，这一刻她还是提不起来兴趣。为了发泄出心中情绪，她把音乐盒的事和闺蜜说了一下，然而闺蜜并不相信，甚至还踢了一脚音乐盒。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巧合而已。到了晚上，小美和男神参加了一场派对，就在两人想要加一会儿班的时候，小美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东西，随后她让男神把手机掏出来，只见手机里全是小美的照片，晚上那个黑影也正是男神。她没想到男神竟然是个变态，一气之下她就提了分手。与此同时，音乐盒再一次缓缓打开，这个时候小美三人到了一个商场，他们要在这里玩一场游戏，手机上提示他们要前往26楼，因为只能一个人前往。于是其中一个闺蜜走进了电梯，可是刚走没一会儿，电梯却突然发生了故障，随后她急忙寻求小美帮助。没过一会儿，电梯门打开了，闺蜜这边刚准备出去，突然电梯再一次降落，随着速度越来越快，
最后电梯直接重重砸了下去。小美见后急忙赶了过去，然而闺蜜此时早已领了盒饭，身体已经被玻璃碎片扎穿了，音乐盒也同时缓缓关闭了。就在小美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同学这个时候赶了过来，他把小美带进了自己的屋子。这几天他一直在研究音乐盒，他发现音乐盒底部那些数字是一个名叫大胡子的军号，他当时在中国开了一家汽车店，但是不久后他有一个朋友意外死亡了，不知为何6个月后他也自杀了。自从他自杀以后，他的妻子只会说一句话，是音乐盒把自己家给毁了。就这样又过了5年，一个名叫克里的男人得到了音乐盒，自此以后他中了很多彩票，而且还娶了高中的校花。但是好运并不常在，不久之后他女儿被淹死了，他的妻子也出车祸身亡了。最后男人在家里放了一把火，然后又把自己锁进了屋里，直到自己被大火烧得慢慢领盒饭。而这个男人的家和小美属于同一个街区。听到这里，小美彻底相信了音乐盒会杀人，她请求同学帮自己摆脱音乐盒。两人本想把盒子给烧毁，可过了好一大会儿根本没有动静。随后两人尝试用大锤砸，遗憾的是也同样没有效果。无奈之下，小美只能把盒子给藏起来。到了晚上，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房间里，小美也同时惊醒了过来，而那个人影正是男神。他说了一句没有你我活不下去，然后二话没说对着手臂就划了一下。不过好在救护车来得及时，男神并没有生命危险。到了第二天，小美突然发现那个盒子不见了，无论她怎么寻找，房间里根本没有。他们认为所有的事应该都结束了，小美只需要正常生活就行。很快门铃响了起来，小美的房子因为没有交税被查封了，她只能和父亲再次返回老宅居住，和以前一样，只能骑着自行车去上学。父亲还是像往常一样收垃圾，小美也不再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人了。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小美伤心极了。就在她准备放学回家时，却意外看到了盒子。原来盒子被另一个闺蜜偷走了，因为自己已经习惯了有钱人的生活，小美再一次把盒子抢了回去。同学本想劝她不要再许愿了，这个时候小美化身白眼狼，如果你再阻拦我，那我就许愿对付你。不久之后，小美回到了家里，她再一次许下愿望，希望母亲不会自杀。没过一会儿，母亲进入了房间，而且小美还多了2个妹妹。这一天，一家5口终于团聚了。可就在小美翻看母亲画的画时，她终于知道母亲为什么要自杀。原来母亲也用过那个盒子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母亲而起。这个时候音乐盒再一次打开，而受害人正是父亲。小美见后准备前去阻止，可下一秒电锯突然滑落，大壮就这样领了盒饭。小美无法接受这一幕，于是她再一次许下愿望，她希望自己回到父亲捡盒子之前。画面一转，小美从梦中惊醒，通过小狗可以看出她的愿望实现了，自己的闺蜜也同样活了过来。随后她赶在父亲之前把盒子找了出来，紧接着她又去找了同学，让他帮自己把盒子给埋了。可就在小美准备去上课时，一辆汽车突然冲了过来，小美被撞得当场领了盒饭，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。不过故事并没有结束，同学这边刚好把盒子给埋了，但打开一看，他也被上面的7个愿望给吸引了。